你的父母虽贪慕权贵，但你自小也是锦衣玉食，长大后才被揭开血淋淋的真相。而朕不一样，当年出生时，迎接朕的不是喜悦，而是灾祸。只因朕是双生子。皇家的双生子，那岂不是……不错，生下双子的嫔妃会被视为不祥之人，子嗣也会失去继承权。所以，为了掩盖真相，朕从一出生就被舍弃了。这，就算是双生子，也只是两人都无法继承皇位而已，何至于舍弃亲子啊？我的母妃入宫10年才诞下一胎，让她放弃自己的孩子继承皇位，她怎么肯？况且这也由不得她。若是她诞下的皇嗣没有继位之可能，她也会沦为家族的弃子。百般权衡之下，她终是做下了那个决定，将我送出宫，寄养在一处农户家里。为何偏偏是你？我胎里不足，生下来便孱弱不堪，比不过健壮的弟弟。他不过是做了最优的选择而已，所以我不怪他，也不怪弟弟。只可惜造化弄人，我那长大后的弟弟却发觉了朕的存在。在朕7岁的时候，朕的弟弟，那位天之骄子，发觉了朕。他不能忍受朕的存在，便隔三差五差人给朕灌下含毒药的汤剂。因为怕被母后发现，他始终掌握着不致死的剂量。或许是报应吧，朕在长期服毒后坏了身体，但他也染上了恶疾，昏迷不醒。直到此时，我的母后才终于想起来我的存在。她将朕迎回宫中，锦衣玉食地养着，直到弟弟醒来那天。我还记得，那是个阴霾天。他与弟弟为了我的去留争吵着，然后他再一次放弃了我。他们决定秘密将我送出宫，不同的是，这次要送到千里之外，此生再无回皇城之可能。天下间有母亲狠心至此吗？我再也不能忍受这冰冷的亲情，于是在被他们运送出宫的途中偷偷跑了出去。没想到在逃跑之时毒发，恰好倒在了秦务司门前。许是老天开眼，不忍我就此陨落，秦务司的人救下了我。秦务司那时不过是一个臭名昭彰的暗杀组织，为何突然如此好心？好心？他们救我是为了培养我成为杀手。作为天下第一杀手组织，训练亦是十分残忍。他们将我丢进万蛇窟，在里面待上3天3夜。或许是因为身上残存的毒比毒蛇更毒，我从万蛇窟中爬了出来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得了秦务司赏识，成了他们最锋利的一把剑。后来的事我记不清了，大概是内斗、夺权，最终我成为了长司。而那些年，我的弟弟性格愈发暴戾，他残害手足，父皇的其他子嗣皆命丧于他手。然而有母妃护着，他到底是被立为了太子。你猜，他成为太子后的第一件事是干什么？他视你为眼中钉，自然不会放过你。没错，他打探到我当年逃进了秦务司，便秘密派出300死士想取我性命。可他不知道，我已经是名震天下的长司天涯，什么都瞒不过我的眼睛。于是我将计就计，假装不敌逃窜到江边。他个蠢货，竟然拔剑上前，想亲自取朕性命。所以在他上前那一刻，我杀了他。他的尸身也被我抛到了江中。那你的母妃？最宠爱的儿子被我害得尸骨无存，他自然恨我的紧，但却奈何不了我。说起来，朕的弟弟也不算全无好处。他杀光了其他皇子，所以除了朕，
再没有可被立为储君之人，只顺理成章地取代他的身份成为太子，然后又成为皇帝。我本以为苦尽甘来，正想大展拳脚，没想到朕的弟弟却给朕留了个惊喜。他当年给朕下的毒药已经侵入骨髓，朕的死期近在眼前。难怪他在位时手段粗暴，凡推行之事皆不准反对，还因此被冠以暴君之称。想来是想做的事太多，而时间太少，所以不得不一味用强的缘故吧。他从方才起就不说话，莫非是被这些陈年旧事吓到了？